大家好我是石老师。那么在第7讲、第8讲的这两讲过程当中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了一下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啊。那么从本讲开始，也就是说从第9讲开始，我们重点给大家去介绍一下矩形和这个双底和双顶的这么一个形态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矩形啊。这样的一个形态，在我们的平时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是最容易识别的，同时呢，也是变体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为什么这样去讲？如果你在头肩模式，或者说是在三角形模式当中，尤其是三角形，其实它的变体是相当少的但是一个矩形模式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横排正道的话，它不可能像教科书里面画的这么标准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这个界定这就需要我们要对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要对形态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比较深刻的一个认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矩形模式矩形模式。首先的话，它是由一系列上下摆动的价格起伏构成的，对不对有的时候把它称之为一个交易区域把它称之为一个交易区域，也就是说，价格在这么的一个空间之内遇到了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遇到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过程，它的顶部和底部都可以是用水平线来界定的这是它的一个定义，对不对？都可以用水平线来界定的但是你会发现在实际的应用的过程当中，它基本上很少说是有非常直的这样的水平线有的时候它可以有一定的角度有一定的角度，也就是说可以去倾斜。当然我们把这样的形态也可以纳入到矩形当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个矩形的顶部或者一个矩形的底部的话，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双顶部跟双底部，也就是说它的一个顶它不可能是一条直线，有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两条或者底部不可能是一条，有的时候它也会变成两条，对不对变成两条。所以说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里，你才能找到一个顶部边线同底部边线完全平行的一个图像模式不过即使它是略微向下倾斜或者略微的向上的倾斜，我们都只要同这个水平面偏离的程度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把这样的形态看作一个矩形模式看作一个矩形模式，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模式边线虽然几乎是平行的，但是某种程度上倾向汇拢到一起这些模式也可以看作是一个矩形模式。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对称三角模式，只不过是这个对称三角模式它的幅度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价格在它内部的运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因为它的倾斜度比较小无论是上方的攻击线跟下方的需求线，它两条线之间的一个倾斜度它是比较小。那么在倾斜度比较小的情况下，价格要想去突破这么一个区间的话，它所花的时间跟精力相对来说怎么样，就会比较大一点，对不对？所以说无论从我们的交易的过程当中来讲，或者从我们交易的层面来讲的话，无论是一个矩形模式还是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它的结果都是相通的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话，那我们对待它的方式跟方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有人说完全一样吗？不一样的。为什么要去讲基本上是一样的？它在一些小的特征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两个上涨的一个巩固形态，对不对这两条线它并不是水平的，对不对？它并不是水平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一个什么矩那么上方的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上方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对不对那么上涨过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上涨过程中的一个巩固矩形这样的形态的话基本上是不会很常见的不会很常见的那么如果说是一提到矩形的话，我们
可能最关心的就是一个矩形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幅度，对不对？调整的一个幅度。如果说是我们拿股票来说啊，我们拿股票来说，当它在顶部调整的过程当中，进入到一个矩形的横盘震荡的过程的时候，它这个震荡的空间啊，也就是说这个幅度，对不对？有大有小啊，这个幅度有大有小。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是你震荡的幅度啊，这个区间它就这么大，对不对？就在这个内部来回的震荡啊，来回的震荡，这个时候它就失去什么？失去交易价值了。啊，失去交易价值，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区间内部怎么样，基本上是不参与交易的啊，基本上是不参与交易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肯定的是啊，有一点我们要肯定的是，如果说是当这个形态的一个价格调整啊，价格调整达到该商品8%或者到10%的时候啊，8%或者到10%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如果说这个地步，这是一个股价，对不对？当股价涨到30，啊，涨到30块钱，它调整了8%，向下调整了8%，也就是说324，对不对？这个地方变到多少？变到3824，24就是2块4，对不对？2块4减掉30啊，减掉30，27块6，对不对？啊，27.6啊，27.6到多少？啊，这个地方是27.6%，10%的话3块，对不对？27啊，27，也就是说，当价格在27往下回调到27的过程当中啊，8%到10%的一个阶段的话，这种情况就会有交易的啊，也就是一些职业的交易员，对不对？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投机的交易啊，这个地方去做一些投机的交易，但是。那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一般的投资者，我不建议在这样的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去交易啊，尤其到行情走出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我不建议大家去交易啊，因为这样的难度非常非常大。我听过很多朋友说是，其实在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区间内去交易的话，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是比较小的，那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样的话难度系数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2点，第一个就是当你的调整的幅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情况下啊，它每一次上涨或每一次下跌，它并不一定能够扫到哪里，能够扫到前期的这么一个低点跟高点啊，这就给你的进场造成了一定的一个困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每一次的上涨，你不一定知道哪次的上涨能突破这样的一个区间。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你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去做空啊，这个地方再做空，它稍微向下一拉，啪，一下子突破，这个单子把你套进去了，啊，马上把你套进去了。所以说，即使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交易者来做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那么必然要用什么止损指令啊，你必然得去设止损来保护你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对不对啊？这是第3个问题。第4个问题。其实这样的行情，如果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它是非常非常让人难受的啊。像之前建立多头的一些交易者，往往在这样的横盘震荡当中被震出局了，对不对？被震出局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行情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交易啊，最好的办法就放弃交易。因为像这样的课程的话，我们一般会在交易策略啊，去讲交易策略的时候，会给大家去讲。怎么建仓，拿多少去建仓，对不对？怎么加仓，怎么减仓，这是交易策略问的问题。而我们今天所给大家讲解的课程叫什么？叫技术分析啊，是讲技术的啊，这是不同的2类课啊，这是不同的2类课。今天是讲技术的，我们并没有去讲策略。那么策略的话，我们会在第3套课件里面给大家去讲，因为我们第1套给大家去讲了波浪理论啊，也都是讲技术的。第2套是市场趋势技术分析，主要是讲形态跟交易量的。对不对？第3个的话，我们重点可以给大家去讲策略，啊，讲策略，也就是说，在交易的时候，怎么去做你的交易策略啊？怎么去做你的交易策略？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啊？当然，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的课程当中，啊，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课程当中。好，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这样的一幅图啊，去看一下这样的一幅图。这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就提到了。在一个横盘震荡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上方只有1条边线啊，这个是典型的2条，看见没？典型的2条啊，上方有2条边线
啊，有两条边线，这就叫什么？在上方构成了一个阻力带，或者在下方构成了一个支撑带啊，支撑带，这是你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地方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往这个地方看啊，这个我们在后面讲到，但是通过这个图形我们还是能看得出来的。你会发现，随着价格不断的向后移动啊，不断的向右移动，对不对啊？不断的向右移动，成交量怎么样？逐渐缩量啊，逐渐缩量。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去提到了，无论是一个对称三角模式还是一个矩形模式，它基本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一个对称三角模式当中，随着价格的向右移动，对不对啊？随着价格的向右移动，它内部的成交量怎么样？也是缩量的啊。这两点是非常相似的啊，这两点是非常相似的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将矩形和对称三角的图像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很容易的去理解一个矩形形态的各个细节啊。矩形形态有各个细节，首先是交易量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展示这幅图一样啊，这幅图一样，它内部的交易量的一个细节跟对称三角模式内部的一个交易量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啊，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对称三角模式随着价格向右不断的去移动，内部的成交量逐渐在缩量。那么矩形模式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它遵循了与三角模式相同的规则，随着矩形的拉长而逐渐缩小啊。这个缩小指的是交易量啊，这个缩小指的是交易量，就是前面我们跟大家去提到的这个交易量啊。除非是因为新闻而造成的临时波动啊，否则的话，任何相反的发展都是值得回忆的。如果你是一个矩形模式，但是内部的成交量不规则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要注意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所以说交易量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提到了，顺便跟大家再多说两句啊。由于新闻造成的这个新闻的话，有的时候它主要指的是一些短暂的利好消息啊，短暂的利好消息。啊，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所有的数据也好，利好的事件也好，啊或者利空的事件也好，它其实对价格本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也就是说，当数据出来，或者说是当这个消息出来的一两天之内，或者说是一两个小时之内，很可能对当前价格的走势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它绝对不会对行情的大的趋势形成一个影响。如果行情要上涨，出来的数据是利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它对行情会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啊。如果说是行情上涨，数据是利空，那么只能会加速行情的一个调整啊，加速行情的一个调整，而并不能对行情的本身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啊。所以说你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对不对？第二个是一个突破啊，突破。突破的话，如果三角形的一个突破的规则的话，在这里也适用。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你只要记住一点，我们在讲对称三角模式的时候，讲了一个突破的什么？讲了一个突破的区域啊。这个矩形模式当中，它是没有突破区域可言的啊，它是没有突破区域可言的。我们给大家去讲了三角形的突破的时候，是在1/2到3/4之间突破，那么它的作用才会显现到最大。当然，在矩形当中，它是不存在这一条的。那么它们的突破规则相同在哪里呢？就是向上突破的时候必须得放量，向下突破的时候没必要放量，或者说是有的时候是也不需要去放量，对不对啊？这是它相同的地方，这叫突破啊。假性运动，那么在矩形的中，三角模式中在矩形中比三角模式当中要少得多啊，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要少得多啊，要少得多。也就是说，一个假性运动在三角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在矩形里面是比较少的啊。一个界定清晰的矩形，事实上基本上它就等同于一个头肩模式啊，头肩模式，对不对？虽然它在指向上没有头肩模式那么有力啊。为什么这样去讲？头肩模式我们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头肩顶部模式，一个是头肩底部模式，对不对？那么相对于头肩顶部模式来说的话，它肯定是向下突破的。相当于头肩底部模式来说，它肯定是向上突破的。那么对一个矩形模式来说，你能告诉我它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你告诉不了，对不对啊？因为矩形它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一个中继形态，要么是一个反转形态。但是反转形态要出现的次数跟概率要小得多得多。
啊，所以说它并没有个明确的方向啊，并没有个明确的方向。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在一个横盘震荡的时候，最好不要去交易，因为难度非常大啊，因为难度非常大，对不对？啊，最后一个是早熟啊，早熟突破，在矩形模式中要比三角模式当中要稍微多一点啊。早熟跟假性运动是有什么区别啊？早熟跟假性运动有什么区别？如果这个形态是早熟啊，如果这个形态是早熟，那么很可能是第一次突破的方向跟它真正突破的方向是一致的。那么假性的话完全是相反的，对不对啊？所以说假性运动或早熟的一个突破，相对于真正的突破，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这个都是有相对性的，相对于真正的突破，它们之间没有区别的。在假性运动和早熟突破之后，价格都回归到模式之内。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假性突破也好，还是早熟也好，它往上探一下，最后都要回归，或者往下探一下，到最后怎么样，都要回归，对不对？到最后都要回归啊。那么唯一它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啊，但是一个假性动作，市场趋势最终朝着相反的方向，相反的运动方向出了这个模式，对不对？也就是说，假性运动向上探一下，到最后向下突破了。那么早熟情况呢？市场趋势最后重新突破，向相同的方向继续下去。也就是说，它向上探一下，回到模式之内，最后又向上去突破了，对不对？又向上去突破了。这就是假性运动啊，假性运动跟早熟之间最大的区别啊，最大的区别，对吧？啊，这幅图我们就不看了，好吧？啊，这个大家重点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价格在狭窄的范围内上下波动，这是一个典型的什么？一个典型的矩形震荡啊，蓝色的线，这个典型的一个矩形，对不对啊？先是突破了中等的趋势线，就这个条红色的趋势线，到最后怎么样？又突破了一个矩形的一个什么？一个下轨啊，矩形的一个下轨，对吧？矩形的一个下轨啊。那么在反转之前，决定性的穿透啊中等的一个趋势线啊，那么就是这个红色的趋势线啊，这条红色的趋势线，中等的一个趋势线被突破啊，到最后这个点啊，那么如果说是你作为一个交易的人，怎么去交易啊？当这条趋势线被突破的情况下，我们在它突破，如果它突破了，可以少量的去建仓，大约在10%左右的一个仓位啊，10%左右一个仓位。那么当它突破的时候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加仓点啊，这就是一个加仓点。也就是说它突破了，那么这个形态怎么样？被确认了啊，这个形态被确认了，对不对啊？这个地方就是第一次建仓啊，第一次建仓突破中等趋势线，第一次建仓突破模式的一个下轨，就是加仓的时候啊，就是加仓的时候，对不对？尤其是在你做像这个期货呀之类的带杠杆性的东西，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维，叫做浮盈加仓啊，倒金字塔式的浮盈加仓啊，这就是你盈利的最核心的问题啊。你加仓的同时啊，如果你第一次在这个地方建仓，那么你的止损肯定是在上面，这是毫无疑问的，对不对？肯定是在上面一定啊 K 上啊以上一定的幅度。啊，你不要说就设的这个线，就设的这个线，人家上去刚好扫到这个线，直接把你的止损怎么样打掉，打掉之后重新又下来，你往上去开啊，往上去开一点点，对不对啊？你防止它的一个假突破，或者防止它的一个扫止损啊，扫止损，对不对啊？当它突破之后，这个地方加仓，那你的止损怎么样？要去下移了啊，那你这止损要去下移了。对不对？要去下移了啊。那么下移到什么地步呢？啊，下移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你第一次建仓的附近啊，第一次建仓的附近，这是第一种方法啊。第二种方法，你怎么去设这个止损？可以把你的总资金，对不对？把你的总资金定下来之后啊，定下来之后，也就是说你本次所交易能承担的你总资金的一个量啊，你比如说4%，对不对啊？4%、5%啊，最多不能超过5%啊。那么你就把它的止损设好啊，设好之后，这就相当于一个跑车怎么样？马上加速了，加速的时候你就待在这个车上，就不要动就可以了。它每一次的下跌调整，就是你每次加仓的时机啊，每一次加仓的时机，对不对啊？每一次加仓的时机。如果说是你最后一次的止损就往哪里去设？就是你最后一次加仓的这个点，最后一次加仓这个点。如果你最后一次加仓这个点被扫掉的话，那么就赶紧止损出场。止损出场。如果说是你这个时候不出场的话，那么很可能怎么样？
就会把你陷到一个深渊当中。为什么这样去理解？如果你最后一次加仓，这个止损被打掉，就说明你最后一次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是失误的，对不对？失误的。那有人说我稍微再拿一些行不行？我给大家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你站在马路中间，对面行驶过来了一个小轿车，以180迈的速度向你冲来，你的办法是怎么办？难道你待在路中间不动吗？那肯定不是，你先让他过，过完之后你再回到路中央，对不对？如果说是这个地方他把你的止损扫掉之后，果断离场，离场完之后，等他又回到趋势对你有利的这个行情当中来，对你有利的这个行情当中来，又回到这个空头的趋势当中，你再把多单加进去，再把多单加进去，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当你待在这辆车上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要下车？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去平仓？你什么时候要去平仓？那么我的做法，一般情况下，我不会，也就是说，我不会刻意的去找哪个地方是高点，哪个地方是低点，对不对？我要去平仓，我的做法一般是让止损把我带出场。也就是说，如果每一次它的行情在不断的下跌，我每一次回调的时候，我要判断它新一轮的下跌要重新开启的时候，我都会去加仓，都会拿之前的盈利去加仓。那么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这个单子反转之后，把我最后一次加仓的这个位置的止损给打掉了，那我就离场了。对不对？打掉止损就说明行情要反转了嘛，最起码说明行情要反转，或者是要大幅度的调整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我才会去离场。一般情况下我是待在这辆车上不会下的。你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的话，你的仓位你会发现很迅速的、很快的就能拱起来。当然我以上讲的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策略投资的时候讲策略的时候跟大家去讲的不过我是提前跟大家怎么样透露一点，对不对？回波回拔就是我们讲的回踩，对不对？突破之后，价格突破模式之后这在矩形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三角形当中基本上不常见三角形当中基本上不常见。那么什么时候会回波呢？会回踩呢？在三角形当中，这个就看个股跟大盘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之前也经常去强调什么样的情况下回踩，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回踩对不对？那么这就不再赘述了那么我只要强调一点的是，在矩形当中，大约40%的情况里在3天到3个星期之内都会出现一个回抛或者叫回踩而且回踩这个地方你看是没有突破哪里，没有突破前面这个上面这个支撑位的不一定，大多数情况下会踩进来再往上去走也就是说这个位置被破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对不对？所以说不要一突破之后止损怎么样就设在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而是哪里？而是这个地方，而是下方这个地方是没有支撑的，各位没有支撑的，而这个地方支撑也不牢靠，最牢靠的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把这个地方破掉，前低点没破掉，它有可能还会拉起来。如果下来把这个地方打掉的话，那就说明趋势怎么样？反转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止损在这个地方，而不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而不在这个地方，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不要在上方去设止损不要在上方去设止损。一个方向性的倾向矩形更多的是一个巩固形态，而不是一个反转形态。所以说你要记住了，我们看到矩形的话，大多数都是巩固形态或者叫中继形态，它并不是反转形态。比率同对称三角形式的一个概率基本上怎么样是相同的。那么作为反转模式，如果说是这个矩形是一个反转模式的话，大多数时间出现在底部而不是顶部出现在底部的比较多一点。如果顶部出现一个矩形模式的话，那你要小心了，它很可能怎么样？就是一个中继形态对走向幅度的一个衡量，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衡量定则，对不对因为我们在之前的形态当中经常这样去称呼衡量定则。那么矩形的宽度对矩形模式来说是一个保险的衡量的公式，对不对衡量的公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重点是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价格模式的点数应当至少超过模式顶部与模式底部之间的一个点数，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空间有多宽这个地方有多宽，当它突破之后，它上方或者下方的空间就有多大，最少就是这么多，对不对？当然也可以走得更远。那么一般来说，短暂的宽幅的形式
如果在图片上看上去是正方形的，而且其中交易量相当活跃，那么比起更长更窄的图形来说，动能性就更大。在后者的情况里，模式突破模式的运动在持续下去之前总是犹犹豫豫，或者起码的点数有所回调大家这个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并不是很重要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要去讲一下从直角三角当中演变而来的一个矩形那么这样的形态我们在之前讲直角三角形的时候也给大家去提醒了。按道理来说，一个直角三角模式它本应该向上去突破，对不对它本应该向上去突破，但是它是向下突破了。向下突破它并没有突破哪里，并没有突破前期的一个低点并没有突破这个点，对不对？并没有突破这个点，所以说把之前的一个上升三角形演变成为一个矩形那么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最终的突破方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偏向于最初三角形所指定的方向，不过这种略微的偏向并不能担保在矩形重新组建中不会产生朝相反方向的一个突破，也就是说更大的概率它只是三角形最初的一个所指定的一个方向，对不对？也就是说最初指定的是什么？最初指定的是向上，因为上升三角形它毕竟怎么样是向上去突破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在讲三角形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去讲了一个涨前抛售那么这样的一个形态也能适用到一个涨前抛售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向下走大幅的成交量以及个放天量我们经常听到放天量，对不对大幅的成交量放天量，那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很可能就是一个涨前抛售，对不对？很可能就是涨前抛售。至于涨前抛售的特性是什么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已经给大家就给大家去有所讲解，对不对有所讲解那么以下呢，你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之前的价格是一个上升，对不对？在涨到了40到45块钱的时候44块钱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横盘震荡对不对？伴随着交易量在不断的缩量，但是在它突破的时候连续的两个突破缺口连续的两次跳空，对不对？其中呢下方的交易量怎么样？不断的发量下方的交易量这个地方突破之后交易量怎么样？出现了大幅的发量。那么在矩形内部的话成交量逐渐开始缩量这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这个矩形的一个形态的，对不对一个形态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中继形态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对称三角模式但是它中间也出现了一个什么？也出现了一个发量对不对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去重点介绍的一个矩形模式。那么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去讲解双顶跟双底。其实双顶跟双底跟矩形还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对不对那么矩形的话它是有很多个顶，对不对？有很多个顶或者有很多个底那么当它这种很多个顶或者很多个底缩到两个的时候，它就完成一个双顶或者一个双底那么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正儿八经的双顶跟双底非常非常的少见那么我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重点会给大家去讲双顶跟双底。那么本讲呢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